大家好，今天的主题是雕塑的观念，这是第一集，往后会推出更多的集数给大家。那由于我爸他的喉咙最近不太好，所以这集是由我来配音。第一集来谈谈深浅度的部分。深浅度和立体度的话，一般平面式的线条没有办法像这样来表现，而线条的底稿最好是自己画，不要使用别人的画稿。底稿是自己画的话，就表示说你拥有多少的内涵。我通常会把底稿画完之后，描在图块上面，或是说泥板上面，做一个很平面的放样而已。平面归平面，显示不出它的深浅度。深浅度要靠雕的部分。比方说以尾焰来讲，尾焰其实就有一个部分是翘起来的。第一层、第二层、第三层。那就必须有一个层次感，并不能说变成一个一个平面，割一条线，那就只是一块，变成是一个平面式的，那就不是所谓的层次感。层次感之外，它还有线条的粗厚度。粗厚度是什么意思呢？一个笔线，一个线条下来，这样子画过来，这边有粗的，有细的。这个就是我们讲雕塑技巧里面12项技巧里的其中一项。它要强调这个部分，它才能强调立体的风格。我们一般来讲，在雕线条的时候，常常会雕得很呆板，类似像这个样子。我做一个示范。画圆的时候，不管你是画师还是艺师，在画云朵也好，雕火焰也好，不要每次都是勾成圆形的。最好的方式是有椭圆的，或是上下椭圆的。那椭圆的方式也不尽全然是100%的椭圆。这个我会在另一个系列或是集数专门谈谈线条的部分。一般来说，在画线条的时候，以杖式的笔法而言，它是用左右去做勾勒。比方讲说，我现在要勾的这个部分，勾到这个地方就停掉了。另一侧会从这边再勾回来，不会说像是这样子直接一笔勾完全部。这个动作就会很容易有败笔，在毛笔的运笔上也是如此。那我们讲椭圆的部分是怎么样形成的呢？它是有比例存在的，1、2、3这样的比例上来之后，会显得比较活络一点。到末端要拉开，用这样的方法就不会说做出来的样式很呆板，只是弄成一个圆圈。调整比例的过程中，笔的力量与你运笔的成熟度有关。比方说，现在只是一个平面而已，笔对来讲，这是很漂亮，但是它只有一个平面，你必须要靠很多的线条和色彩去辅助，或者是说很多的阴影线去强调它的立体面。如果是在雕塑的时候，就必须要用到分层次的技巧。现在这边是第一层，第二层，这是第三层。第一层就必须这样拉开。我们先把线条勾出来，第一个要勾出来的部分，这里要勾到，接下来轻拉，到这边之后，力道又放掉了。到这里之后要轻，到这边之后变成拉，再变成重。到这边之后，勾完了之后呢，再轻轻的提上来。提上来指的是往上提。为什么要往上提呢？因为这个地方切开之后，整个比例这样拉上来，图它有一个好处是软的，就是可以这样做成活动式的去调整。概念上就是这样。
它会有所谓的1/2画法，指的是从这边切开到对角。这是一种比例线，这种比例线很少人去讲，往后的课程会再提到。一条线条要做得多厚多粗，它的比例运力要怎么拿捏。像我在拿逮腕的时候也是这样，我必须去旋转它的角度。那我做的是有点潦草，因为这是我习惯做的动作。这边是第一层，上面是第一层。第二层到这个边，它怎么收回？它突出的这个部分不是加土上去，而是把这个地方压下来。如果是云块的话，或是燕尾，或是说燕舌，这些样式在这个位置会做一些区别。如果是看藏传的唐卡，可以看得比较细一点，大家可以仔细再做分别。那我们意式的话，会在这边插2下，做一个区别，或是在这里多勾一个尾。这是指大型作品的部分哦。现在示范的我们没有办法呈现。逮腕的拿法和做法的话，在上课的时候已经有讲过了，但是一般大众朋友并没有了解对于力道的拿捏。以后这个部分我们有机会可以再来谈谈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不要忘记按赞、订阅加上开启小铃铛哦。